2024年12月4日，台湾淡水，琼瑶在自己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86岁，穿戴整齐，录好视频，留下一封遗书，然后翩然地走了。他在遗书里写，生命的美好在于能爱、能恨、能笑、能哭，这些他都有幸拥有过了。他劝年轻人千万不要轻易放弃生命。但在这封遗书之外，他还说过另一句话，一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，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，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儿孙。这句话里的他叫平鑫涛。这个男人和琼瑶纠缠了整整40年，他每天送花，写情书，说你的文字像阳光，温暖了我疲惫的心。琼瑶信了，信了一辈子。但同一张嘴，他对原配林婉珍说的是另一套，别多想，他连眉毛都没有，看着怪吓人的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琼瑶以为的深情，在另一个女人面前一文不值。但更残忍的还在后面。平鑫涛2019年去世后，遗嘱揭开，他把皇冠出版社、股票、房产、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全部留给了和前妻生的3个孩子，留给琼瑶的是法律强制规定的最低份额。琼瑶这才发现，这个男人给了她40年的爱，却把所有真金白银都给了别人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琼瑶是怎么被平鑫涛利用了一生的。但在讲这段长达40年的纠缠之前，我们得先聊聊琼瑶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琼瑶的。因为她这一生不是只爱错过平鑫涛一个人，她爱过的3个男人，一个比一个狠。第一个男人是她的高中国文老师，比她大25岁。第二个是她认识7个月就闪婚的前夫。第3个就是平鑫涛。3段感情，3个男人，每一段都把她推向更深的深渊。琼瑶原名陈哲，1938年出生在四川成都。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死亡的阴影。1944年日军攻入湖南，琼瑶一家6口逃难，2个弟弟在慌乱中走丢了。绝望之下，父母带着6岁的琼瑶走向了一条河，准备全家投河自尽。是琼瑶的哭声惊醒了水中的母亲，母亲挣扎着坐起来，说了一句话，我们死了，凤凰怎么办？凤凰是琼瑶的小名。这一家人没死成，几天后2个弟弟奇迹般被找回，但这段经历永远刻在了琼瑶的骨子里。到了台湾后，日子也不好过。她有个学霸妹妹，每次考试98分还哭，而琼瑶呢，数学只考了20分。母亲天天拿她和妹妹比较。16岁那年，她吞了1整瓶安眠药，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自杀，被救回来了。然后18岁那年，她爱上了一个人，她的国文老师蒋仁。这位老师比她大25岁，妻子已病逝，学识渊博，风度翩翩，是琼瑶眼中完美的化身。在琼瑶最孤独、最不被理解的时候，只有这个老师懂她，关心她。母亲知道后暴怒，冲到学校当众扇老师耳光，骂她诱拐少女，随后向教育局举报，老师被教育系统除名，被迫离开台北。而母亲把琼瑶的情书贴在家里的客厅，召集亲戚鉴赏，每天逼琼瑶跪送女戒。18岁的琼瑶第2次吞药自杀，又被救回来了。多年后，她的初恋老师病重，琼瑶每月给他寄2000块，老师用他给的钱买了一件高档寿衣，临死时披在身上。这段初恋后来被他写成了窗外，但这个时候琼瑶还不知道，她人生中最狗血的一段感情还没有开始。1959年，21岁的琼瑶嫁给了大她6岁的庆云，2个人认识仅仅7个月就闪婚了。庆云是唯一鼓励琼瑶写作的人。对于渴望逃离原生家庭的琼瑶来说，庆云的出现是一根救命稻草。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这个穷小子，搬离台北，远离了父母的管束。但婚姻没有像童话一样展开。庆云白天做翻译，晚上写作，但作品始终发表不了。琼瑶一边照顾家庭，一边写作，每天能写出3000字。2人的差距越来越大。庆云开始借酒消愁，沉迷赌博，夜不归宿。他受不了女强男弱，就开始打压琼瑶。1963年，《窗外》出版了。这部小说写的是琼瑶和国文老师的初恋故事。庆云看了之后才发现，琼瑶最爱的那个人从来都不是他。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女作家的丈夫痛揭琼瑶的伤疤。1964年夏天，这段维持了5年的婚姻走到尽头，儿子才2岁多，跟着琼瑶改姓陈。
离婚后的庆云放弃了文学梦，回归朝九晚五的生活，再婚生了2个儿子。几十年来，他从不提起琼瑶，而琼瑶这边更大的风浪已经在等着他了。1963年，窗外投稿给了皇冠杂志，当时的皇冠出版社已经连续亏损了7年，快要倒闭了。平鑫涛正焦头烂额，四处找能救活出版社的人，然后琼瑶出现了。窗外一出版就卖疯了。平鑫涛的眼睛亮了，他面前站着的不是一个写书的女孩，是一台印钞机。于是他开始行动了，每天送花写情书，劝琼瑶搬到台北。琼瑶心动了，以为这是真爱，但他没看到的是，平鑫涛那双眼睛里闪着的不是爱情的光，是利益的计算。更讽刺的是，皇冠出版社是原配林婉珍带着丰厚嫁妆帮他创办的。林婉珍放弃工作，照顾3个孩子，是皇冠的第1号员工。他每天坐1个半小时的公车去买菜，花3小时给平鑫涛熬他爱吃的腌笃鲜。但平鑫涛事业做起来了，心却飞了。琼瑶搬到台北后，直接带着儿子住到了平鑫涛家的对面，亲门踏户，天天见面。林婉珍一开始还热情招待过琼瑶，结果呢，自己的丈夫和这个女人搞到了一起。有一天，林婉珍在平鑫涛的书橱里发现了一沓信，展开一看，是琼瑶写的情书。我一旦动了真感情，就会把生命撞进感情里。夜深了，现在你已经躺在你的妻儿臂弯里，何奈何奈。看到这些文字的林婉珍如坠冰窖。更过分的是，琼瑶每次买了新衣服，都会穿着跑到平家，当着林婉珍的面问平鑫涛，这件新衣服好不好看，连佣人都看不下去了。他还打电话到平家调情。有一次深夜，平鑫涛不回家，林婉珍打电话到琼瑶家找人，琼瑶盛气凌人地说，你来我家把他带回去吧。最离谱的是，琼瑶甚至要求林婉珍接受2女侍一夫。她的原话是，我的孩子有爸爸，他的孩子也有爸爸，4个小孩都有温暖的家，如果改变现状，大家就都不幸福了。小3给原配上课，林婉珍忍了，为了3个孩子，她一忍就是16年。琼瑶的母亲当年就看穿了这一切，她对女儿说，平鑫涛就是想玩弄你，你能帮他赚钱，维持他的皇冠。琼瑶在自传里写过，她尝试过很多次，想断了平鑫涛的念想，她甚至答应了别人的求婚，但每次平鑫涛都以死相逼。最夸张的一次，平鑫涛开着车冲向悬崖，琼瑶扑到引擎盖上，他才刹车，半个车头悬在悬崖外面。琼瑶把这次车祸视作同生共死的患难真情，但在外人看来，这不过是一个男人用生命威胁一个女人就范的手段。1976年，平鑫涛终于逼林婉珍签了离婚协议。他对林婉珍说，你比较坚强，他比较软弱。林婉珍后来在书里写道，我比较坚强，所以可以任你插刀戳枪，他比较软弱，所以你不照顾他，他就会活不下去。但到底谁比较坚强，谁比较软弱呢？1979年，琼瑶和平鑫涛结婚，他以为苦尽甘来。婚后40年，两人共同打造了估值超过1亿美元的琼瑶经济。但2019年平鑫涛去世后，真相揭开了。平鑫涛早在2007年就立好了遗嘱，皇冠出版社，那个靠琼瑶的作品起死回生的出版社，全部留给了和前妻林婉珍生的3个子女，股票、房产、保险箱全部给了前妻的孩子，留给琼瑶的是法律规定的最低份额。台媒评价这笔遗产分配用了7个字，精明的爱情买卖。琼瑶后来写道，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，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儿孙。2017年，琼瑶与平鑫涛子女彻底决裂，他收回了在皇冠出版了54年的65本小说版权。2024年12月4日，琼瑶走了。他活到86岁才明白，那个每天送花写情书的男人，爱的从来不是他，是他笔下的文字，是文字带来的金钱，是他这棵摇钱树。他用一生写爱情，却活成了最讽刺的那本书。他以为自己是女主角，到头来不过是别人商业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但他说的对，他确实活过了。
轰轰烈烈的爱过，痛彻心扉的伤过，被全世界骂过，也被千万人爱过。他留下的65本书，上百部影视作品，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会替他继续活下去。他是琼瑶，他爱过，他燃烧过，他被骗过，然后他带着最后的体面走了。